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我手里现在拿着一个保温杯，里面装的是热水。如果你是外国朋友，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热水？对，我想起我一个美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桌上都有保温杯，他特别震惊。他说：“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血管里流的都是热水？”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。其实今天我们就想跟外国朋友们聊聊这个话题，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喝热水？这背后其实有很深的文化和历史原因。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中国人全民喝热水这个习惯其实历史并不算特别长。对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点。很多外国朋友以为中国人从古代就开始喝热水了，但实际上普通老百姓大规模喝热水，也就是最近70年的事情。那之前呢，古代的中国人喝什么？古代啊，普通人主要还是喝井水、河水或者存储的雨水。烧水是需要柴火的，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开销。只有有钱人家才会经常喝热水。所以古代中国的瘟疫比较多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确实有关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中国人烧水喝的传统其实很早就有了。考古学家发现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会用陶器煮水了。那时候就知道烧水的好处了。应该是在实践中慢慢发现的。你想啊，生水喝了容易拉肚子，烧开的水就安全多了。古代的医书里也有记载，比如《孟子》里面提到的冬日饮汤，这个汤指的就是热水。不过真正让所有中国人都开始喝热水是什么时候？这就要说到1950年代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大家喝开水，防疾病。效果怎么样？效果特别明显。那时候霍乱、痢疾这些通过水传播的疾病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幅下降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多喝热水真的是救了很多人命的。这么说来，多喝热水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对，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，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喝热水还有更深层的道理。中医怎么解释喝热水这件事儿？中医认为，人体需要保持阴阳平衡，冷水属于寒邪，会伤害脾胃，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，喝冷水容易导致消化不良。但是外国人喝冰水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这个跟饮食结构有关系。西方人的饮食普遍高脂肪、高热量，比如牛排、奶酪、黄油这些食物本身就比较热，需要冷饮来平衡。而中国人的饮食呢？中国人吃的相对清淡一些，蔬菜比较多，这时候再喝冰水就容易让身体过于寒凉。你试试吃完青菜豆腐再喝一大杯冰水，保证肚子不舒服。哈哈，这个我有体验。那中医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吗？中医讲究温经散寒，比如女性痛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喝红糖水？就是因为热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因为寒气导致的疼痛。感冒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对，中医认为感冒很多时候是寒邪入侵，喝热水能够发汗驱寒，帮助身体恢复。当然，这是中医的理论，现代医学的解释可能不太一样。现代医学怎么看喝热水这件事儿？现代医学认为，适当温度的水确实对身体有好处，热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消化，还能缓解肌肉紧张。不过也不能太热吧？对，这个很重要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饮用水的温度最好在40到50摄氏度之间。太热的水会损伤食道和胃黏膜，长期喝太烫的水，甚至可能增加食道癌的风险。那怎么判断水温合适不合适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嘴唇试一下，感觉温热但不烫嘴就可以了。中国人常说的温开水，大概就是这个温度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中国人出国旅游经常会自带电热水壶。哈哈，对，这已经成了中国游客的标配了。我有个朋友去欧洲旅游，行李箱里专门放了一个折叠式的烧水壶。外国人看到会觉得很奇怪吧？
特别奇怪，我听说有个中国游客在美国酒店问服务员要热水，服务员以为他要洗澡，直接指了指浴室。这种文化差异还挺有意思的。在中国，判断一个酒店好不好，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房间里有没有电热水壶。对，这已经成了中国酒店的标准配置，但在很多西方国家，酒店房间里一般只有咖啡机，没有单独的烧水壶。所以中国游客就只能自己带了。不只是旅游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喝热水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待客之道。怎么说？你想想，客人来家里，我们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？喝茶还是喝水？对，而且一定是热茶或者热水。这在中国文化里是表达关心和尊重的方式，就像英国人会问你茶里加不加糖一样自然。但如果你给外国客人倒热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。确实，这就是文化差异。在西方，给客人提供冰水或者常温水是正常的，但在中国这样做可能会被认为不够用心。我想起一个场景，中国人去西餐厅，服务员问 still or sparkling water， 中国人会问有热的吗？哈哈，服务员的表情一定很精彩。不过现在很多国际化的餐厅也开始适应中国客人的需求了，会主动提供热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文化是会相互影响的。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走向世界，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在影响着其他文化。那反过来，外国人来中国会适应喝热水的习惯吗？有些会，有些不会。我认识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德国朋友，现在也开始喝热水了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。他是怎么开始接受的？一开始是因为肠胃不太好，中国朋友建议他喝热水养胃。试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确实有效果，就慢慢习惯了。不过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始终接受不了，他们觉得热水没有味道，喝起来很奇怪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文化差异。对中国人来说，热水的没有味道，恰恰是它的优点。对，中国人认为水就应该是纯净的，没有额外的味道，而且热水能够更好的解渴，特别是在干燥的北方。说到地域差异，中国南北方在喝热水这件事上有区别吗？有一些区别，北方人可能更习惯喝热水，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寒冷。南方人相对来说没那么严格，但总体上还是以热水为主。广东人呢，他们不是特别爱喝汤吗？对，广东人有宁可食无菜，不可食无汤的说法，他们的汤其实也是热水的一种形式，只是加了各种食材和药材。这又回到了中医养生的概念。没错，广东人的汤文化其实是中医食疗的体现，不同季节喝不同的汤，不同体质的人喝不同的汤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那其他地方呢？比如四川人。四川人喝热水也有自己的特色，他们喜欢在热水里加一点茶叶或者喝花茶，而且四川人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配热茶，这样能够平衡辣椒的刺激。这个我有体验，吃火锅喝冰饮料，虽然当时很爽，但对肠胃确实不太好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饮食智慧的体现，热的食物配热的饮品，这样对消化系统的负担最小。那如果是夏天呢？大热天的还要喝热水吗？这是很多外国朋友特别不理解的地方。大夏天的，中国人还是坚持喝热水。中医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中医认为，夏天虽然外界温度高，但人体内部可能是寒的。因为夏天我们会吃很多冷饮、冰西瓜，待在空调房里，这些都会让体内积累寒气。所以需要热水来平衡。对，而且夏天喝热水还能帮助排汗，这样反而能够降低体温。你看那些沙漠地区的人，他们也是喝热茶的。这个听起来有点反直觉。确实反直觉，但有一定道理。当然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跟古代不一样了，这些理论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。那现在的年轻人还坚持喝热水吗？有变化，但总体上还是以热水为主。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水的品质，比如会选择矿泉水或者过滤水来烧。而且现在保温杯的技术也越来越好了。
对，现在的保温杯能够保温10几个小时，这让随时喝到热水变得更容易。很多年轻人的保温杯比手机还贵。这倒是真的，我见过一些人用几百块钱的保温杯。而且现在还有智能保温杯，能够显示水温，提醒你喝水。科技让传统习惯变得更加便利。说到提醒喝水，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。怎么说？中国人特别喜欢提醒别人多喝水，感冒了多喝热水，累了多喝热水，心情不好也是多喝热水。哈哈，这已经成了一个网络梗了。特别是男生对女朋友说多喝热水，经常被吐槽是直男癌的表现。但其实这背后是关心的表达方式。对，虽然听起来有点敷衍，但确实是出于关心。在中国文化里，多喝热水就像多穿点衣服一样，是表达关爱的常用语。不过现在年轻人也在创新这种表达方式，比如会说记得喝温开水，或者给你泡了蜂蜜水，听起来就更贴心一些。这说明传统在传承中也在变化，核心的关爱没有变，但表达方式在与时俱进。那我们再说说喝热水的具体好处吧，给外国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。好的，首先，如果你肠胃比较敏感，来中国旅游的时候建议多喝热水。中国的食物口味可能跟你习惯的不太一样，热水能够帮助消化。特别是吃火锅的时候。对，吃火锅一定要配热茶或者热水，这样能够缓解辣椒对肠胃的刺激，也能帮助消化油腻的食物。还有什么建议？如果你在中国的冬天感到特别干燥，多喝热水能够缓解这种不适。北方的冬天特别干，热水比冷水更能补充身体的水分。而且热水还能暖身。对，特别是手脚容易冰凉的人，喝热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暖和起来。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最重要的是温度，不要喝太烫的水，40到50摄氏度是最合适的。还有，如果你本身体质比较热，比如经常上火、长痘痘，那就不要强迫自己喝很热的水。怎么判断自己的体质？这个比较复杂，最好咨询中医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如果你经常感到口干舌燥、脸上爱长痘、脾气比较急躁，可能就是热性体质。那这种人应该喝什么？可以喝常温水，或者稍微温一点的水，也可以喝一些清热的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。说到茶，这也是中国热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，茶文化和热水文化其实是相通的。中国人喝茶也是喝热的，很少有人喝冰茶。而且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功效，比如绿茶清热解毒，红茶温胃养颜，乌龙茶能够消脂减肥，普洱茶有助消化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对热饮的精细化理解。外国朋友如果想尝试，有什么推荐吗？初学者可以从比较温和的茶开始，比如红茶或者乌龙茶。绿茶可能会有点苦，需要适应。还有花茶也不错。对，茉莉花茶、玫瑰花茶、菊花茶，这些都比较容易接受，而且有淡淡的香味。我们再说说在中国哪里能够方便的喝到热水。这个对外国游客来说很实用。首先，几乎所有的酒店房间都有电热水壶，这是标配。餐厅呢？中餐厅一般都会主动提供热水或者热茶，不需要额外付费，但西餐厅可能需要主动要求。公共场所呢？机场、火车站、地铁站很多都有免费的热水供应点，你可以找标有开水或者热水字样的地方。办公楼里也有。对，很多办公楼的茶水间都有饮水机，可以接热水。不过作为游客，可能不太容易进入办公楼。那商场呢？大型商场一般在休息区会有饮水设施，包括热水。有些商场的母婴室也会提供热水，方便冲奶粉。便利店呢？
便利店一般不提供免费热水，但你可以买热饮。中国的便利店热饮种类特别丰富，比如说热豆浆、热奶茶、各种热茶、热咖啡，甚至还有热的功能性饮料。冬天的时候，这些热饮特别受欢迎。我发现中国人对热饮的创新能力特别强。对，比如现在很流行的养生茶饮，把传统的中药材和现代的茶饮结合起来，像什么枸杞茶、红枣茶、柠檬蜂蜜茶、生姜茶，这些都是既好喝又有保健功效的热饮。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些。对，现在的年轻人一边熬夜一边养生，保温杯里泡枸杞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这种现象挺有意思，说明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和创新。他们可能不会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，但会选择性的吸收一些有益的元素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为什么建议外国朋友尝试中国的热水文化。首先，从健康角度来说，适当温度的热水确实对身体有好处，特别是消化系统。其次，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。对，通过喝热水这个小小的习惯，你能够理解中国人对健康的理解、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他人的关爱。而且在中国生活，如果你能够适应喝热水，会让生活更加便利。比如说，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冰水，因为到处都有热水；你也不用担心肠胃不适，因为热水能够帮助消化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中国朋友对你说多喝热水的时候，你能够理解这背后的善意。对，这不是敷衍，而是一种文化表达，就像拥抱在西方文化中表示友好一样，多喝热水在中国文化中表示关心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喝热水。对，文化交流应该是相互理解，而不是强制接受。如果你实在不习惯喝热水，也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习惯。但至少现在你知道了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喝热水。这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，有中医养生的智慧，有现代科学的支撑，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而且这个习惯还在继续演变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，中国人喝热水的方式也在变化。比如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不只是白开水，还有各种养生茶、花茶、果茶。技术也在进步，保温设备越来越先进，让随时喝到合适温度的水变得更容易。但不变的是那份对健康的重视，对传统的尊重，以及对他人的关爱。所以如果你是外国朋友，下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不妨试试入乡随俗，体验一下热水文化。也许你会发现，这个看似简单的习惯，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。而且说不定你也会爱上这种温暖的感觉。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一杯热水能够温暖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心灵。这就是中国的热水文化，简单却深刻，传统却现代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外国朋友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。也希望大家在体验不同文化的时候，都能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。毕竟，世界因为多样性而美丽，文化因为交流而丰富。好了，今天关于中国热水文化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，不妨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。我们下次再聊。